现在有一种像是被这一些资讯给灌爆了，所以有一天我就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真的在想，我到底真的知道什么啊？这个问题就开始让我很多的价值观开始一个一个好像被摧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来到宇宙闺蜜。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在这个频道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灵性探索的旅程，还有介绍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以及丰富的身心灵知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每个月都有会员直播，还有让你惊喜的影片。今天呢，我就是要来介绍我的灵性探索的旅程。那灵性探索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见得是一个从外在而引发的状况，很多时候是自己内在在翻滚的一些状态。我自己最近的状况，可以用一个奥修的故事来跟大家说明，我把它称之为一个两只苍蝇的故事。奥修说呢，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他，他跟奥修说：“奥修，我的肚子里有两只苍蝇在我的胃里面，你看，苍蝇就在这，就在那，我每天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去看了很多的医生，然后这些医生都跟我说，那只是你的想象，这些苍蝇根本就不存在。可是我就觉得很痛苦啊。”奥修这个时候他就把手就摆在这个人的肚子上，然后他就说：“哦，我摸到了，对，就在这边，就在这边，对嘛，我就说嘛，你看这些医生他们也没办法治，就说没办法治嘛，为什么要这样说？没有，明明就有啊，你看你才是对的，你也摸到了，对吧？”然后奥修就说：“没错，你找我就对了，我就是专门在处理这种不存在的问题的专家。但是呢，首先我可能要让你先躺下来，然后你闭上眼睛，把嘴巴打开，接下来我会念一些咒语，然后我就会治好它。”于是呢，这个人呢后来呢就在奥修的面前就躺下来了，然后眼睛闭起来，嘴巴张开，然后奥修就开始念一些咒语。然后呢，就趁着这个人眼睛闭着的时候呢，奥修呢就跑到厨房里面想办法抓了两只苍蝇。然后呢，他就把这两只苍蝇就抓过来了，然后在这个人面前，然后就说：“好了，你看我找到苍蝇了，就在这边。”这个人就痛哭流涕，超级高兴。没错，就是这样子，你才是对的，我真的太感激你了，我真的好了，苍蝇就在这里，我要拿回去跟那些医生说他们都错了。你看，苍蝇明明就在这里，你拯救了我。从此之后，这个人就好了，他再也不觉得他的胃不舒服了。然后奥修就说呢，其实现在真的难是难在很多人的痛苦都是因为你抓住了某一些你想象出来的概念，它甚至不一定是想象出来，它可能是你真的经历过的。好比说，以前你曾经如果被霸凌过、被排挤过、被人背叛过，然后或者是被人家诈骗过，好了，被伤害过，那这些概念在你的身上，你没有办法消化它，即便你的肉体已经消化了，这个身体记忆已经过去了，可是它就是在你的内在里面，然后你会为此受苦。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像以前在帮别人做1对1的通灵解读的时候，也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个人他可能有过往的一些恐惧，这个恐惧他有时候甚至是很莫名的，他甚至不在这辈子发生，可是会很害怕某些事情，或者是遇到某些状况，突然间就会有一个惯性的反应，而那个反应是让很不舒服的。好比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会直接进入很委屈，或甚至很想要逃离，或甚至就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状况，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当然可以透有通灵解读，或者是催眠，或是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来去协助这一个他内在抓的痛苦，而这个痛苦对他的生活也真的是造成痛苦。可是那个东西好像也是一个空的，然后又解决这个空的东西，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不用借由我去帮助这个人，但这个人他可以去意识到这个真的确实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痛苦呢？我可以帮你做通灵解读，我可以带你催眠，我可以帮你做牌卡，我也可以就是感应你，我也可以带你去庙里，我也可以找很多魔法师来协助你。但如果根源没有解决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是不需要借由这些工具就可以去改变的呢？然后我就这样想了几天，后来就觉得，我一直执着于我要找到一个方法，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肚子里的两只苍蝇啊。我也因为
我对于我一定要先找到了我想要的方法，我才能够继续的做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很痛苦的感受，然后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很坐立难安。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放掉我肚子里的那2只苍蝇呢？然后就在我烦恼我肚子里的这2只苍蝇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闭关好一阵子，然后在闭关的时候，也许我要重新找到我的方向，跟我要用什么当作动力继续前进。因为能够做的方法，能够做这个频道的方法，或者是我走我的灵性探索道路方法真的很多，然后现在有一种像是被这一些资讯给灌爆了，但是这连带下去又有很多的问题，好比说，所以我们频道要停更吗？那栗子的薪水怎么办呢？还是我休息的时候凤凰可以撑下来呢？接下来我就先去山洞里闭关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好多的身心灵的那一些知识，什么显化啊、大我、小我啊、通灵以后会怎样啊、关于觉醒啊，我仿佛可以知道这些东西，但我又没有完全的去经历的时候，我又没有真的去活出来过。就好像我现在看到了，也许我们家的长辈，他现在在60岁、70岁，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健康状态，我好像看到了。可是我毕竟没有真的有过那样的身体，跟有过那样的经历，所以我好像知道，但我又不真的知道。所以我能够说我真的知道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就会觉得我要去为他们说话，或者是我很难代表他们说点什么，我只能说出我现在的想象。我现在的观察，但我其实没办法真的说我完全知道。所以有一天我就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真的在想，我到底真的知道什么啊？然后这个问题就开始让我很多的价值观开始一个一个好像被摧毁了。我们在说身心灵的那一种合一的爱、全知的、全能的，我们死后就会回到那个一，是真的吗？我没死过。每个人真的都有指导灵吗？虽然讯息是这么说，但真的吗？神明为什么要来服务人啊？神明是有一些说法啦，是有说过一些讯息啦，但真的吗？我们去山上说过一些外星人的讯息，他们说过地球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扬升的过程，是有说过这样的讯息啦，但是是真的吗？如果我要活出来了，我才能够真的认识的话，那我这些可能都不真的知道啊。所以在那一刻，我确实会感觉到真的好渺小，然后也不得不变得很谦虚，然后也会觉得自己真的确实还有很多都需要再去经历。新时代很喜欢说的扬升，扬升的大师，调频、升频、第几维度不断的往上，是或许我们的视野可以去跳脱现在的视野，去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但是其实真正的生活是很相反的，它不能一直扬升上去，它不能一直在讲 ascension， 它要的是 descent， 它要的是落地。每一天都没有过好生活的话，还去谈什么扬升呢？也许我们每一天好好的落地的生活，你自然就会扬升啊。所以回到那么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那个单独很多事情反而打得很开，然后很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琢磨吧。我今天好像其实没有什么结论，我只能分享2个苍蝇在我肚子里的状况。也许有一天我就会突然意识到，其实2只苍蝇早就被我消化了，或是从来就没有在我睡觉的时候进来过这些苍蝇，但我现在肚子里就是有这2只苍蝇，跟你们分享。